导体的股价近期上冲下洗，就跟爱情一样，对，有酸甜苦辣。那在半导体里面的龙头 NVIDIA 到底可不可以长期持有呢？这个爱情可不可以继续走下去？会不会结晶？对，我们继续看下去 ，Let's go。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Coach 直接跟我们讲，其实基本上还是要透过财报分析的方式，基本面，对，来看看基本面。那刚好 NVIDIA 会在接下来5月22号公布第一季的财报。哎呦，来咯，那 Coach J 又要来财报预测咯。其实半导体跟人工智慧的公司们，在最近其实都已经陆续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所以呢，这上面 Coach J 也拿了大部分上中下游的数据来做一次财报的预测。不过呢，这个预测啊，结果其实上次是非常准的。对，那这次的结果其实就参考，毕竟这个变化其实蛮大的。因为其实最重要的目的还是透过这个分析，能够跟大家多分享一下 AI 的产业发展趋势，跟 Coach J 做这些分析的逻辑。对，这逻辑怎么看，到底怎么去判断这家公司有没有前景，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最后的彩蛋就是 NVIDIA 估值。我们上一集已经有跟大家说过 ，Coach J 的估值其实还蛮准的。对，那这次在新的财报数字预测的过程当中，这个估值会不会改变？影片最后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先来从它的客户端来说，也就是它的营收来源。大家看这个表格，第一，我们想要看 NVIDIA 季度预测它的季度营收的时候，一定是看它客户目前 CAPEX 资本支出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客户主要就是一些资料中心啊、人工智慧为主的一些公司。看几个最大的客户 ，Microsoft 啊、Meta 啊，就是那个 Facebook、Google、Amazon、Oracle 这几个比较大的，去判断一下目前的状况。那这几个客户的资本支出第一季表现怎么样呢？非常乐观。第一季跟2023年第一季比较的话，其实是增长了28%，蛮多的。跟去年的上个季度 YOY 比的话，上个季度其实是8%，也是增加，所以它是有个明显的加速的感觉。在这个角，其实对于 NVIDIA 来说，应该是一个很乐观积极的讯号。虽然说 CAPEX 并不是全部都只有买晶片，对，它会买其他东西，但是应该有蛮大一部分有可能是会放到晶片的财报。那第二个呢，其实是全年来看，因为不只是看第一季度，如果我们看到全年，所以大家从表格上可以看得到，2024全年的资本支出的预期，基本上这些巨头里面最低的也有15%，15%其实很多的，对，包含 Meta、Google 还有 Oracle， 甚至都超过30%，恐怖，还有超过40%的，对，大幅投资，在这几块都会算是对于 NVIDIA 来讲，在营收的角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多。这边要补充一点，就是 Coach J 有跟我们分享，其实从市场或者从股市财报公布的角度来说，其实一般大部分公司不一定会把资本支出当成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不完全都是好的。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你看，比如说 Meta， 他说我接下来会资本支出增加，但是我营收符合预期，其实它的股价就大跌，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很难回收嘛。对。所以在第一季，如果这些不同的公司大家都非常肯定的说它要在资本支出上面大幅增加，表示他们对于 AI 啊或是云端的业务啊是非常有信心，是有承诺的，对，就是确定我要付出代价，我就是要投钱进去，就是要投，然后就是要军备竞赛，他也不怕这一个会对于股价什么有些。所以就比如说拿 Google 为例好了，也是财报也刚公布，所以在营收成长15% 的情况下，它资本支出是成长30%，压力就会比较大。对，其实压力就会比较大。那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他们支出的背后的底层逻辑。那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表格来看，其实是看得出端倪的。因为其实他们对于 Microsoft、Amazon 还有 Google， 其实就是云端三巨头。三巨头呢，其实他们的云端的收入合计已经超过220 billion， 已经很巨大，而且他们还是以18% 的速度增长。如果你从2023年全年收入平均来讲，这3家的云端服务的收入来讲，还有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大的生意，还有18% 的成长，所以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更厉害的是在第一季它的 YOY 其实甚至还比18更高，到21%。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因为在云端这整个军备竞赛的白热化，再加上市场规模的扩大，然后其实有一个加速的情况，所以它在生意有一个加速的愿景，那当然你在支出上面你就会更有信心，更勇敢了。可不可以不勇敢？讲这么久，为了要唱这句，铺陈铺那么久。所以呢，在这几十年来，其实 Microsoft 其实也是首次能够挑战 Amazon 在云端上面的地位。好，所以这一个可以从表格上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小线索，就是 Microsoft 啊，之前其实跟 Amazon 其实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可是现在从生意来说，2023年其实已经是齐头并进，白热化的竞争白热化。所以在这个白热化情况，就是在 Microsoft 其实在今年第一季对于收入的增长，其实还是增长还是非常快。那这一块其实也会进一步增加大家在 AI 设备啊、晶片啊、资料中心的投入，拼了，白热化，非常积极。
所以在白热化的竞争当中，其实对于 NVIDIA 长期投资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大家投资基本上很大一部分都会需要晶片，然后都会成为 NVIDIA 的营收来源。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到供应商，当然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那台积电呢，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不管是上次的财报，还有台积电的财报，都有跟大家分享。其实基本上 NVIDIA 的 H100资料中心晶片主要的供应商就是台积电。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就是上次跟大家分享台积电它的营收来源。那这边呢，其实除了2个东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其实在更进阶高端的制程上面，它的营收是有很大幅的增长。然后包含大家在2023年看到，其实3奈米也开始有蛮大的一个增长。那第二个呢，是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其实台积电3月份的year-on-year其实成长是比year-on-year要快非常多的。可以看前面的影片。对，想要知道细节是看前一个影片。所以这一个呢，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因为基本上它如果成长很多，表示 NVIDIA 需求也是应该是暴涨。好，那 NVIDIA 大部分收入呢，就来自于台积电，他们定义是 High Performance Chip。HPC 对 HPC， 然后跟5奈米，所以其实，在下面这表呢，在这2个细分市场其实是成长非常强劲的。如果尤其是看到5奈米在第一季其实成长了35% year-on-year，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劲。不过呢，旁边大家还可以看到，在 High Performance Chip 的 segment，还有5奈米最右边，如果是环比 Q-on-Q 这3跟2，所以寇局是想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也很好奇，说这个假设是跟第4季比，好像也没涨多少，是不是代表 NVIDIA 也不会在第一季有爆炸性的成长，就是跟上一季度可能差不多？那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额外讯息，就是其实 NVIDIA 占台积电整体来说，其实不到15%，所以还是蛮小的。还有其他竞争者在下单给台积电。对，所以等于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也就是当台积电的 Q-on-Q 2%、3%，如果其他的竞争对手，就是 NVIDIA 竞争对手砍订单、减少订单 ，NVIDIA 其实还是有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哎呦，这就厉害了。这就回到竞争对手到现在表现的怎么样呢？第3个角度，我们就来看看竞争对手。那主要就是 AMD、Intel。那这2个呢，其实 Coach 这有跟我们分享，其实他们在已经有的财报报告之中，他其实有找到一些很有趣的观察。但最重要的其实是还要跟大家先补充一下 ，NVIDIA 现在在资料中心晶片的销售额，其实已经市占率达到了75%，其实已经很高了，3/4。对，所以刚刚有讨论说那假设它要在这个情况下大幅增长，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它必须市场份额还要再持续扩张。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第一个观察，我们先看看去年第4季度表现怎么样。2023年第4季度的数字，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NVIDIA、AMD 还有 Intel 全部都比较起来，其实它跟第3季的成长来比的话，其实 NVIDIA 是27%，AMD 43%，Intel 4%，这3个巨头平均就是24%。那所以只要平均超过24%，就表示你的市场份额有增加。所以现在在第4季角度来看的话 ，NVIDIA 27%市场份额是增加的 ，AMD 在第4季表现其实非常好，所以它股价也是大涨，也是因为这样，它增长了43%。那当然，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其实 NVIDIA 在这边的市占率已经达到75%，所以在75%的情况下，还能够增加市场份额，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接着我们再继续看第1季的表现，所以第1季 NVIDIA 当然还没有公布财报，所以我们只能看 AMD 跟 Intel。所以在 Intel 上面，其实在第1季度好像下滑了24%。然后第二个呢 ，AMD 其实就算它是引以为傲的一个 MI300晶片第1个完整季度，可是实际上它的业绩其实是一个持平，大概2%，所以2个加起来其实合计跌了14%。刚刚有看，除非整个市场需求是跌的，那 NVIDIA 可能就也是一样不乐观。不过刚刚有说，其实几个 AI 公司的巨头 Capex 其实成长28%，那当然里面不是全部都资料中心，全部都晶片，还是有别的。但是你说整个市场是下跌的，其实机会也非常非常小。合理预测。NVIDIA 的成长应该在这个季度还是相当乐观的，一定是比竞争者好蛮多，所以这个是合理预测。那另外一个呢，对于 AMD 还有 Intel 来说不太好的，其实就是当然 AMD 它现在是觉得 MI300的晶片的效能好像很多测试其实是超过 NVIDIA H100，包含 Intel 它现在是有一个新的策略，它要全勤投入晶圆代工，也就是走这个台积电这样的对台积电模式，所以两边都在这个策略上面其实都有调整。不过呢，其实在看 AMD， 尤其是 AMD， 其实在去年第4季，我们刚刚有说它增长43%，就算如此，其实它也超预期60个 million 而已，其实不算是非常大的数字。对，那今年第1季看起来又还是比较辛苦一些，持平。这边呢，其实就会让大家对于 AMD 有
多一点点的小担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其实 AMD 现在目前正似乎在加速它的下一代 MI350的上市，所以这个动作呢，其实也另外一个角度表现出，其实 MI300晶片或许没有想象中这么好，所以需要赶快把下一代推出来。所以这是在 AMD。那当然 Intel 它要去转策略，转成晶圆代工，这个势必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包含它的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护国神山，如此强大。这两个消息对 AMD 跟 Intel 来讲，各自有各自的难处。反观对于 NVIDIA 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接下来就要进入 NVIDIA 的财报预测分析了。这次大家刚前面听起来，其实 NVIDIA 长期还是比较乐观的。不过呢，这次Coach有跟我们分享，他分析完了之后，其实这次不会像上次一样是一个100分的考卷，但虽然是90分不错，但是不是100分考卷。那怎么说呢？其实有2个观察跟大家分享。下面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地方是如果用本季第一季一般来说专家预测公式是24.2个 billion， 这个数字我们先假设它如果是对的话，其实它的 Q1 跟 Q4 环比成长必须要达到20%，它自己要能够涨到32%。其实比较难的就是资料中心这个市场在第一季 versus 上一个 quarter 第4季能不能够有20%的增长，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它的挑战性。对，因为整个刚刚有分享的巨头们，其实投入资本 Capex 投入增加28%，不是全部的都会走到晶片，就应该说不是全部都一定是资料中心，以及就算资料中心也不一定全部是晶片。好，所以这一件事情能不能够让市场 guarantee 成长20%，不一定，有可能，但是不一定。对。第二个点呢，回到这个资本支出的表，我们细看的话，因为year on year其实是非常理想的，达到28%。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一季度，那就是46.1个 billion， 这个环比支出的成长其实只有9%而已。上一季度其实环比还有到16%，有可能这个市场成长的速度以及大家资本支出的成长速度，还是环比有一些小趋缓。那这个小趋缓呢，有一个结果就是，如果环比都一直趋缓的情况下，它其实就会变成比较偏零和游戏，就市场不是无限扩大，不是无限扩大，就大家就要去抢市场份额，所以跟竞争者就要来打架，就要抢了，就要白热化。那这件事情当然就长期来说，可能对于 NVIDIA 或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竞争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可能会影响到利润。对啊，影响到利润。公布答案来了，Coach真的预测，大家来看一下表格。所以现在目前市场的共识，营收24.2个 billion，EPS 5.5块美金。好，那 Coach J 的预测，其实营收刚刚有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去看的话，其实基本上营收大概跟一般专家预测其实差不多。然后另外一块呢，获利其实会比较大幅的超出，所以 Coach J 预测大概是5.65到6.15，所以大概是这样。那获利超出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当然是在财报上面，一定还是会有一些 reserve， 留一些 buffer。假设 reflect 出来，就会是让 EPS 增加。好，所以大概是这样。不过呢，在这个股价上冲下洗的情况啊，符合财报的预测，对于股价的影响真的很难说，因为大家现在对于 AI 的期待啊，对于尤其是这些 NVIDIA、AMD 这些公司的期待其实非常高，只是单单的符合预期很难说，对，所以这件事给大家参考，就是就算符合预期，或是获利超了一点，也不代表股价会涨或会跌，因为它还有其他可能的影响，比如说不止这次财报，其实很重要关键是它对于未来几个季度它的预估是怎么样。如果预估高，基本上还是会有机会股价上，但如果是预估偏低，或是前路漫漫，就是天堂路在前方的话，那就其实就很难说。或者是有一些其他非公司营运的消息，比如说股票回购啊、分割啊，这些其实都会影响股价。这在前面的一集也有讲，对，有讲过。但是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一定会想说，不要跟我讲一些虚的，直接讲结论，到底估值是什么？有没有高估低估？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次 NVIDIA 的估值啊，用 DCF 估出来的。这次呢，根据这次最新的数据，我们再放回去 DCF 里面，目前看起来 NVIDIA 的我们这边 Coach 这个估值还是差不多的，没有改变，在800块钱。目前应该还是在一个合理价位的上下。对，所以目前我们的预估是这样。当然，如果想要持续关注这些 AI 公司啊估值或者产业的趋势变化，记得继续关注我们。好，我们就跟大家继续分享。那最后就记得千万不要跟着买，但是千万要投资。如果看到这边了，0.3秒点个赞，分享一下，是我们拍下一支影片的动力。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